今天莫名其妙被拉进了一个讨论群，这个讨论群呢，主题是科技向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在我看到这个群的刹那，我就想到了技术扶贫这几个字，因为也许是关联到了我春节期间在家乡的一些感受吧。就是当时我去找我之前的一些同事们聊天，我发觉他们对 AI 的使用或者说体感就只停留于豆包、千问这样子的层次上吧。就是可能他们会去用这些 AI 问一些问题，但是关于 AI coding 啊，关于 OpenClaw， 关于 Claude Code、Cursor and Gemini， 还有 ChatGPT，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用过的。当然我知道这些工具的使用也是有门槛的，但是因为我的前同事是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的信息技术教师，我在想的是，如果他作为一个信息技术的老师都还没有接触这些东西，那他的学生呢？当然我知道学生肯定有很多是就是他们跑得比老师还要快，他们接受的东西比老师的还要更接近时代的步伐。只不过我不知道这些学生他们会不会去找他们的老师交流，又或者说假设说这个老师他更加紧随时代的更迭而进步，那他的学生是不是进步的空间就更巨大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我在看到这个群组名称的时候，技术扶贫这件事情就在我的脑海里面闪现了。我有时候觉得，与其去考虑 AI 价值观相关的事情，倒不如去让更多的人用上 AI 这个行动吧，或许它更重要。但是我又在想，假设 AI 层面的价值观、伦理啊什么的都没有一个底线，或者说一个红线的话，就是科技向善方面的一些规则没有设计好的话，让那些人去接触 AI， 是好处更多，还是弊处更多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就去找 AI 聊了一下，到底什么是科技向善。他当时提到了一些方面，比如说做一个 AI 产品的话，你产品的价值观是什么？你产品会涉及到人们的什么数据？然后会怎么去用这些数据？产品怎么引导它的用户？这是关于创业者这一端的，就是除了 CEO 的价值观之外，还有产品的价值观，还有产品怎么去用用户存留在这个平台上的各种数据，以及这个产品会给用户带去什么样的影响。我当时就想到另外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，产品如果它真的想向善，那它真的能够从一而终吗？就是有的时候产品在没有规模化之前，可能走的是很理想的方向，但是到了规模化之后，有可能会偏离原来的方向。那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，就是涉及到产品跟创始人的价值观对齐，以及在规模化的未来能否保持一致的这方面的问题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资产
配置方面，就是涉及到投资人这边。我刚刚不是说到说规模化之后能否保持之前的理想状态吗？那有的，比如说投资人或者投资机构，它需要快速的回本或者快速的赚钱的话，它就可能不允许产品按原来的节奏去走，按原来方向去走。那这可能会导致产品的价值观出现偏差，也会导致创始人本身的坚持有所改变。我想历史上应该不缺乏那些因为投资，比如说投资人或者投资机构这方面太想快速把那些资金给挣回来，就是因为这个压力在，然后导致产品必须得走另外一条不同的路，从而导致产品死亡的结局，应该很多这种例子。不过好像这种例子基本上不怎么会暴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，就有点像是如果成功了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但是失败了，大部分的案例都是隐形的，就是都是不被看见的啊。讲回到刚刚科技向善的那个，就是我又联想到了一个方向，就是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他想要做科技向善相关的事情的话，他可以做什么？我当时就想到开源这件事情。我第一次了解到开源的时候，哇，我觉得这个理念真的好好呀。当时是在做一个 VC 机构的播客节目，那个节目讲的就是开源社区相关的事情。我当时对那个嘉宾讲的开源世界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觉得天呐，太有意思了，好有趣。后面呢，我自己了解了 AI coding 相关的事情之后，也正式的成为了开源世界中的就是边缘人物，就是在角落里面都看不见的那种。我自己也开发了一个小小的工具，然后放到 GitHub 上面开源了。虽然应该没有太多人去用吧，但是起码我接触到这个世界了，还是觉得挺神奇的。我当时就问 AI 说，那开源是不是科技向善的一种方式？ AI 他跟我说，开源可能在开源者本人来讲，他选择分享自己的技术理解和技术实现是一种向善的方式，但是他指向的未必是向善，就是有可能别的公司或者组织会利用你这些开源的东西，然后制造一种科技不向善的未来，就是有点像是你开源的东西被别人利用了，然后呢，利用了之后做的就是跟开源相反的事情，这可能是一种解读。然后他还说，科技向善其实不仅仅是我所提到的，比如说 CEO 的价值观、投资人的价值观，还有就是产品本身，也就是我刚开始提到的产品的数据的问题，产品它怎样引导用户的问题，就是大概这3个方向吧。一个是关于价值观层次，不管是创始人还是团队还是投资人。第二个是资产这个就包括投资机构、投资人，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回本啊，对于资金的叫什么宽容度吗？就是有的人他需要在短时间内挣回这笔钱，有的人他是相信长期价值，所以他会给产品和团队更多的时间。
然后关于产品这个方向，就是产品本身的数据呀，它对于用户的教育呀，巴拉巴拉一大堆的东西，大概就是3个方向吧。这3个方向，怎么说呢？浅层理解上确实是影响了科技向善的目标，但我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自己也不是这个圈子里面中的一个成员。虽然我作为普通人就只能是分享一些技术理解，分享一些技术实现，好像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嘛。但是说回刚开始讲到的技术扶贫这个，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在一个资源和条件都很贫瘠的环境里面。所以当我看到小红书上面出现一些，比如说有的人在做一些 AI 教育 agent， 就是为了专门帮助比如说偏乡的老师们备课呀，或者是一些教育科技公司做的事情吧。我真的觉得他们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，所以我也在尝试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，比如说介绍我认识的在乡镇上面教书的同学的联系方式，去给他们测试产品，然后给予反馈什么的。不过说真的，虽然我自己离开了教育一线，我发觉我的家族里面还是有蛮多亲戚在做老师的，他们有的是在乡镇里面，有的是在市中心。我知道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回科技向善，价值观层面的事情确实需要有人做。当然，扶贫就是技术扶贫方面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做。因为在我们不知道角落，其实还有很多人，他们没办法很好的利用手机这个工具，给他们增加一些成长。比如说我去外婆家的时候，我外婆家是一个，就是我外婆家在河池，河池是一个山旮旯的地方。哇，我以前就是我没有去我外婆家之前，我觉得我妈妈跟着我爸爸是在受罪。但是我去了我外婆家之后，我发现我妈妈跟着我爸爸是在享福。你知道这种就是前后观念的改变，太难了。我觉得河池的伙伴们，尤其是住在山里的伙伴们，生活真的可能他们会觉得很快乐很幸福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出来见过世界了，所以我会觉得那对于我来讲真的好难受啊。就是我也不能怎么说呢，就有的时候想着要去帮助别人，但是其实那个圣母心是不必要的。因为有的人他不需要改变，也不需要你带去新的东西。这个我很久之前听过一期播客，那期播客是讲的支教老师的，就是当时我忘了是不是嘉宾说的了，说的是其实有些山区他们其实并不希望支教老师过去，尤其是现在很多大学都会有支教团嘛，就是有些偏乡地区并不希望有支教老师过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
就是这些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先进的东西，有点像是给我们打开了外面世界的一扇窗，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没有条件离开那个地方，所以你带来的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痛苦。就是当某些人的心智被启发了之后，但是他又没有条件，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的话，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极其痛苦，极其痛苦。所以当时我在听这期播客，听到了这个观点，我就感觉我的脑子震了一下，真的被惊到了。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，就是我觉得能带给他们新的东西是好事，能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也是好事。但是我忘了，作为第一视角的他们，作为真实的待在那个环境的这些人们，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在做好事，自己在做好人，可是他有没有想过那些人真的，或者说有没有想过那些人愿不愿意接受？哪怕他愿意接受，假如说他真的未来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环境的话，对他来讲到底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回到科技向善那个，确实设计 AI agent 的价值观是很紧迫的事情。那回过头来说，技术扶贫呢？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吧。因为当大家知道怎么去更好的利用自己手中的科技产品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。但是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需要成长吗？